罗平，你快点儿！聒噪！我的实力是高是低，很快就能见效。罗峰，希望你不要在修炼上走岔路才好啊。你看好的罗峰都落在后面了，并不值得称道。董玉，喝一杯。罗峰正以掌控者为对手，开始闯第3层。幽影七绝刀，怒影！我扫描了好几遍，找到的刻录笔记相似度最高也只有72%左右。一个人的笔记不会轻易变化。我明白了，笔画的微妙变化是在体现他对混沌杯感悟的加深。从他最后的刻录文字与图画两相对照可见，画中每颗雨滴所蕴含的意境，都被炼洛通过笔画表达出来了。如果说九羽混沌杯是在阐述本源法则，那么文字刻录就是在解释如何应用。他并非轻狂自我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指引后人。我要抓紧时间领悟。连续闯过2层通天桥的波澜，依旧终日苦修。荣勋又得到宇宙国主的垂青，后来居上。而我，虽然有炼洛的刻录文字作为参考，但没有飘雪正文的帮助，终究进度缓慢。要闯过通天桥第1层，我必须另想其他办法。他站在这里好一会儿了，一直在看刻录呢。波兰，你也是来参悟的？不，炼洛的心得体悟不适用于我，这是3000年来一心潜修的沉着心性，值得一学。虽然他有着天才战总排名第1的头衔，3000年来也不乏被赶超、被轻视的经历。为了不落于人后，他恐怕体会了不少艰辛。体会艰辛，体会艰辛毋庸置疑，但他的出发点未必是与他人比较。我想，炼洛不是为了外部评价而改变行动的人。他之所以能一心潜修，是他只将自己作为对手。毕竟，比起超越别人，超越以前的自己，会让事情简单很多。波兰与炼洛同为天才战第1，他对当年炼洛心境的揣摩，或许比我更为贴切。你若想另找提升方法，不如去城外闯闯看。城外，九剑尊者提过混沌城有3宝，而其中的第3宝就在城外。兽，宇宙在初始状态时孕育出的奇异生物，将其核心吸入体内，有助于加快本源法则的领悟，故而又名混沌城第3宝。原来第3宝就是混沌兽。还有最后一句呢。祭出城门，生死自存。哎，这有生命危险！啊
强的穿透力，好像是附近星球传来的，宇宙里也能传声。不对，这嘶吼声直击灵魂。能发出这等嘶吼的生物，实力绝不简单。难道？龙峰，你得小心，我们这一届已经有不少人被混沌兽杀死。我和乌卡也是好不容易从兽群之中把龙云带出来的。一个让修炼者参悟的圣地，为何盘踞着这么可怕的存在？显然，这是虚拟宇宙公司为了不让手下成员怠于修炼，给予的生存压力。你在城外恐怕不会受到保护了。龙云身受重伤，那我如果只身冒险，恐怕也……比起超越别人，超越以前的自己，会让事情简单很多。陆枫，外面危险，你先等我们。不了，我一个人去。陆枫，陆枫，不与他人比，只与自己比。波兰说的没错，回想以前，不管有什么凶险，我从未退缩过。我可不能输给过去的自己。这样，从那儿传来的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感觉那颗星球周围特别黑。混沌兽。靠近后，感觉嘶吼声更强烈了。啊！没出回音。快被大量的记忆淹没了。虚拟对手不可能有如此鲜活的记忆，血腥味。尊者，我们在系统中发现了骇入痕迹，初步推测是对方通过意识上传的方式，替代了我们系统中原有的数据模型。目前异常已及时排除，但篡改者的位置还需进一步追踪。外族的渗透程度远比想象中要深。这位虫族女王早已超出了系统拟真的范畴，仿佛是完全真实的存在。那种摄人心魄的真实感消失了。波兰止步于第7座第6层，
积分远超后面的选手，果然是压倒性的强大。现在还没有出来的，只有罗峰。与重组战斗的时间越长，我便能获得越多的信息。每前进一层，牧巢的战力都翻数倍，正好是战斗预演的好机会。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帝皇的天平就会完全倾向罗峰和三浦山了。黑龙山帝皇圣谕，念哈格雷夫管理黄武团多年，辛劳有加，现调遣3名界主担任副帅，驻管要务。部落灵则擢升为皇家礼仪团团长，明日赴任。把我调去闲职，又派人架空外公，这背后肯定是三府山在施压。区民间组织，因为一个罗峰就让皇帝妥协。外公，我不甘心。不甘心也要忍。罗峰距离踏入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只有一步之遥，以帝国的体量是万万得罪不起他的。主人，飞船即将离开黑龙山帝国境内。弱肉强食是宇宙的铁律，确实是铁律啊！三弟，恭喜你！现如今的罗峰，让我更想与之一战。试炼塔选拔正式结束，排名在前1000名的选手，可进行天才战的最终选拔。接下来，选拔采取单败淘汰制，公司将会对参赛者进行随机分组，单人对战，1场定胜负，胜者可继续参与角逐。以下为最终名次奖励：101至1000名，或10会员奖金，入末世空域；11至100名，或100会员，入天地空域；3至10名，或1000会员，入太初空域；12名，或10000会员，入原始空域。1会员相当于1万亿宇宙币，3300万亿前物币，而换算成黑龙币就是330万亿，而入选者的保底金额是他的10倍。奖励内容还写着4种空域。宇宙演变时，会生成一些不符合常规的特殊区域。4大空域就是经过虚拟宇宙公司改造，以培养天才为目的的特殊区域。上述区域内遍布奇异宝物，当然也伴随着危险。公司的录入名额总共1000人，通过试炼塔选拔的，最终都能进入公司。
对我们这些淘汰的人来说，无论分数高低，都让人羡慕。虚拟宇宙公司向来不是供人一味潜修的世外净土，千万年来，公司曾接纳无数天才，但至今仍旧生还的十不存一。每人的死因不一，但将近半数都是在人族与外族的战争之中牺牲。域外各族一直没有减缓入侵的脚步，公司要培养的正是能抵御外族的天才。请各位做好觉悟，最终选拔很快就会开始。抵御外族，它的紧迫性，我已深刻体会到。经过监测，目前母巢处于深度沉睡状态，暂时无虞。我向各国首脑建议，暂不对外公布信息，以免引起恐慌。引力波接收测试成功，这样一旦母巢内有细微的变化，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提示。这里很危险，你们不必亲自过来一趟。如果重组母巢苏醒，地球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武者有武者的职责，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义务。许沁，老三，你安心准备比试，这里就先交给我们。巴巴塔，在试炼塔中，我发现对付虫族女王最有效的办法是用魂印对其进行精神攻击。但地球上的借助级女王，连呼延博老师都无法控制，那我……只有获得更高级的精神类秘法，才有几率将其控制。不过，此种等阶的秘法，存在概率最高的场所就是原始空域。原始空域，那我必须尽全力去争取。宇宙巅峰天才战总决赛现在开始。进了天才战16强，他接下来的对手都将是天才中的天才。杜博兰果然没错，长城一击必胜！
我们金兰宇宙国的最强天才，竟然被前无的荣君给骗了！冷云，蓝庭宇宙国这次的选手很稳行。真正有长辈，我们有长辈。下一场，罗峰对战加莱西。这加莱西的幻术攻击也太诡异了，次次只要一眼就能击败对手。他的精神力极具攻击性，听说有人与他交战后，现实里也出现了精神异常。希望三弟能应付得来。我的意识强度在同阶算得上很高了，但对上他的眼神，竟依然觉得惊心动魄。幸好我有虚空之塔防御灵魂核心，应该不至于被他轻易攻破。就以武力优势，速战速决。